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鲍尔主席的最后一秀到底表现如何？今天带你看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央行年会到底对于大家未来的投资方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啊，现在全世界的乱局，你会说都是川普搞的。对，就是他。好，那当然呢，这个川普，你说他干嘛？这个如果好好没事，他就当他美国总统，每天在那个地方白宫里头，这个开开心心不行吗？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一些事情，然后搞得天下大乱呢？他是因为他要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川普为了解决美国国内的债务失控的问题，于是乎呢，他才想了这一出又一出的，把所有他美国的问题通通丢出来，搞得别人问题更多。好，那他为什么要解决这个债务的一个上限问题啊？现在美国的一个债务状况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桥水基金的一个创办人他就这样形容，他说呢，现在啊，这个美国的一个债务问题呢，已经失控到就像是一艘船，明明看到前面有冰山有暗礁，它不断的往那个地方靠近，你就眼看着要撞上去了。然后呢，美国现在国内呢还两派意见，我到底是要往左转闪它，还是要往右转闪它？双方相持不下，所以呢，你就眼睁睁看着那个船就往冰山上就要撞过去了。所以呢，现在看起来这个债务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呢，美国内部似乎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川普来了，你知道他就想当救世主，他说我来解决，简单嘛，我就解决就好啊。他怎么解决呢？他把自己的问题丢给全世界。好，他说我就收关税。你们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债务问题很严重，因为呢它就是入不敷出嘛，对吧？所以呢它的这个预算赤字很大。那我这个赚的很少，花的很多，那怎么办呢？要么我花的少，赚的更多，就搞定。所以呢他说我要赚更多，从哪里赚？别人口袋嘛，关税多收一点，我不就赚更多了吗？我少花一点，他之前不是找效率部吗？只是效率部也是没什么效率啊，这个省得很少，所以他现在就想尽办法从别人口袋里头捞钱回来。好，那我们看到了，于是乎，你就看他解决他的这个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美国真的很严重。他们从2024年不断的往上堆积，从34兆、35兆、36兆，最新公布的数字啊，就在2025年的8月份，你看他公布的数字已经累计超过37兆的国债了，这么庞大，非常惊人。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呢，代表的什么？代表他们每年光是要付利息，都不要付本金，光利息超过1兆美元。1兆美元是什么概念？是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多，比美国的医疗保险预算还要再更多。所以你就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那要怎么样解决呢？刚刚川普说了，我就先去多收点钱回来，这个关税嘛。但问题是，收了关税之后啊，这个川普现在很洋洋得意嘛，说你看我这个关税赚了多少钱，都是从这别人口袋捞回来的。于是他就告诉他的美国人民，你看看你哪里找到一个总统像我一样厉害，我就有本事。我都不把你们加税，我从别人口中我就抢来这么多钱，对吧？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好像听起来关税很厉害啊，帮美国赚好多钱哦，够不够？不够。我们看，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7月份，美国的这个关税呢，的确比去年同期还没有实施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关税收入呢是290亿美元，很多。没错，但是呢，它的预算赤字也在增加了20%左右，470亿美元，比你的关税收入还在更多。也就是说啊，我再怎么加关税，还是赢不过我那个花钱的速度。你看到这个川普，他不就通过了大而美法案吗？大而美法案啊，又是大投资嘛。那于是呢，大而美法案有人帮他预估，光是这个法案本身，10年会增加4.1兆。美元的债务，所以呢，其实川普说他多会从别人口袋捞钱，但同时他也很会花钱，所以呢，到底要怎么解决呢？除了关税之外还不够，于是他想到，我的每年的利息这么多，1兆美元耶，我如果降息，我就可以少付点。所以你看他现在一天到晚讲这个鲍尔先生Mr. Too Late， 你赶快给我降息，你降息。好，那于是乎呢，鲍尔就有一个
历史性的场合登场了。你看到在这个今年的 Jackson Hole 当中啊，这应该是鲍尔主席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出席这个全世界的央行年会了，因为他的任期呢，在这个2026年明年的5月份，他任期就要届满了，所以呢，很可能我们在这个 Jackson Hole 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好了，那大家都说，哎呀，就要降息了，川普呢逼他降息，哇，这个逼很久了，然后呢逼到现在，大家已经去看那个 Fed Watch， 觉得说9月份应该非常有可能要降息了，但真的吗？鲍尔就没有直说，他说我们还是一切要看数据嘛，对吧？好，那要看数据呢，不把话说死呢？虽然呢大家都预估说应该要降了，但是他好像又撑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就带您来看到，最近的经济数据公布了哦，现在的鲍尔啊，真的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为难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时机点了哦。有人形容说啊，因为这个你看到这个总统不断的这个在他耳朵边叫他，你给我降息降息降息，但是呢，鲍尔不能听啊，为什么？它是一个超然独立的联准会哦，独立的联准会呢有2个双重使命，一个呢叫做稳定物价，另外一个叫充分就业，这就是联准会它很重要2个使命嘛。所以你每一回看到这个联准会主席在讲经济数据的时候，一个就是讲这个通膨数字嘛，物价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讲那个这个就业的数据嘛，这2个就很重要。好了，因为这就是联准会他要做的事情，然后呢，联准会又被赋予一个超然独立的一个这个地位。那现在总统一直在他耳朵边叫你降息降息降息，所以呢，这个鲍尔就很伤脑筋啊，我到底是怎么办？我如果真的降了，我好像是听了你的才讲，那不行啊，这怎么行呢？如果呈现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假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样貌，就是总统叫你降你就降，而且你就可以想象说你降了之后，川普会讲什么？他一定又是出来这个大发，就不断的很开心的讲。你看，我叫他降，他就降，他终于听话了。你看，然后又要营造的一副是鲍尔听话，所以我才降息。那这样就非常伤害联准会他的一个超然独立这样的一个精神跟地位了嘛。所以有人形容说啊，这个鲍尔现在他放在自己肩膀上的叫做他要巩固联准会的历史定位。就是呢，他这双重使命当中，他要用一个非常超然独立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他的联准会的降息不降息的政策。好，那但是呢，现在这个鲍尔就非常为难了。第一，现在的经济数据状况是通膨还没有降到联准会希望的2%以下。虽然好像已经慢慢的有缓和，但是它没有立刻往下降。然后呢，还有一些数字让鲍尔担心，就是呢，过去你会看到说，这个川普一直讲，你看关税都已经实施了，那物价没有涨得很严重啊，那是因为物价常常开始涨的时候。一般来讲，这个进口商或者是这些销售的零售商，他们都会倾向于一开始我先吸收那个成本，因为如果我一下子就涨价的话，那消费者不买了，我就影响我的生意，所以一开始他们会先吸收，等到吸收到真的不行撑不住的时候，它再涨价。好，那现在呢，好像吸收了几个月，但是仿佛已经撑不住了，因为最近公布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你就看到好像已经有点压不住，已经开始往上涨。也就是呢，生产者物价指数就是那个制造方，他们好像已经开始要把物价蠢蠢欲动，要反映在这个销售价格上了。所以呢，这就是鲍尔看到的一个他担心呢，这个通膨可能会在往上弹起来，那如果这个时候我降息的话，可能会助长通膨数字一下子飙得很快，所以呢，轻言降息好像不太对。但不降嘛，好像也不是，因为呢，你最近几个月看到的一些就业数据、就业状况已经不太好了，失业率好像已经开始有点往上走了。我们刚刚讲到联准会2样重要的事情，一个稳定物价，一个就是要让这个就业状况充分就业，所以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为难的状况，我要降还是不降呢？要降还是不降呢？很为难。但换句话说就是他要降也可以，他还找到理由；他不降也可以，他也找到理由。所以现在就停在那个地方。好，但问题是呢，你一直不动作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已经不断讲了，他说我已经开始面试了啦。面试谁？面试那个要接这个鲍尔这个主席位置的人。我这11个人我都找好，每个都很棒。我这个9月1号之后我就要开始面试这11位的候选人了。你想想，如果你是鲍尔，这个情何以堪？
我都还在这个地方，我的任期呢还有那么多个月，超过半年，你就已经开始这个面试下一位候选人，然后不断称赞别人，然后不断的谩骂我，心里一定非常不是滋味。但鲍尔撑在那个地方，就为了他的历史定位。好，那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降息了之后，哪一些的投资呢会是大利多？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巴菲特的波克夏最近已经开始买钢铁股跟营建股了，那是因为只要一降息，营建类股一定是率先受惠，再来就是短期债券，还有一个黄金不要忘掉了。我们来看有一个统计数字是说只要联准会呢，它在这个本来没有降息的一个利率政策，然后突然间降息之后6个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平均14%。过去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应该算是一个蛮稳定的投资。所以呢，如果一旦降息的话，你一定目光马上要赶快看到营建啊、短期债券啊，还有就是黄金，给大家做参考。那当然呢，还有什么呢？好，那我们就来看到那就业数据放缓哦。如果真的这个联准会是因为这个理由降息的话，那可能对于金融市场会有一点冲击，因为呢，那就变成是可能经济不太好。不然你干嘛降息？所以会有这个忧虑，所以到时候的美国股市，这个台湾股市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冲击，大家可能心里要有一点点的准备。那当然呢，在美国你看到了美国的一个房贷利率非常非常高，所以影响到了美国的房市哦。但是呢，你说如果美国联准会降息的话，房贷利率会跟着降下来吗？最新的美国的房贷利率是 6.58%。很高好，那所以呢，这个高到大家已经不太敢买房子，对吧？那你说，会不会降下来呢？好像也不用这样想，因为呢，这个美国的房贷利率总是已经率先反应，这 6.58 已经算是最近蛮低的，所以呢，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房仲业者他们就讲了，他说，哎呀，这个可能预期心理已经反映在房贷上，如果到时候联准会真的降息，美国的房贷利率还不见得真的降因为它很可能现在它在往下走。已经反映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房市我们到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参考一下好，不过呢，无论如何讲回来，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的国债状况那么样的严重。那川普总统呢，为了要解决他的一个国债的一个债务失控的问题，他用了关税这样的一把大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具。但这个工具呢，其实我们这个静心来想，这个工具很可能会是一个回力镖。为什么？你加了关税，那你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国际之间资本的流动。好，那当然你加了那么多的关税，我一定是出口到美国变少，因为很贵啊，你要课我很多的关税。那我出口到美国东西变少了之后呢，我赚到的美元就会变少。赚到的美元变少了之后呢，我就会少买美国国债。过去这个世界的经济的运行是这样的，所有的全世界其他国家，大家制作的东西就卖给美国，赚到了美元之后呢，我就去买美国的公债。我就买美国的公债，这样子好像不断的良性循环，所以呢，这个美国的一个公债呢，这个市场就非常的活络。那美国呢，也靠着活络的公债，美国公债市场呢，可以做它各式各样的发展，它的高科技的研发，它的经济的发展，它各种各样的一个美国不断蓬勃发展，都是受惠于这个美债的一个市场非常活络嘛，全世界都给你钱买你们家，就是通通借钱给你美国，然后你去发展成一个全世界最棒的国家。好了，那现在呢，你用关税这样的一个方法，大家就不太出口东西卖到你美国去，我赚的美元比较少，我当然就少买这个美国的公债。于是乎发生什么状况？最近美国的财政部他在标售公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数字叫做标售公债认购的倍数。认购倍数呢，比如说我要发一张这个公债100万面额好了，100万，那我有多少想要买？他们是用标售的我就是来跟你买。那通常都是有倍数的，我要买的人多过你发的公债，认购的这个倍数很高的时候呢，这个利率就会压得很低嘛。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相反的状况是，好，这个现在呢，美国的这个认购倍数呢是创低的，因为没什么人要买这个公债，于是呢，没什么人要买，你这个美国公债要标售的时候，你就被迫要用这个比较高的利率吸引人家来买所以呢，对美国来讲当然就比较不利了。认购的一个倍数在创低，代表呢这个美国的公债就不太受欢迎了嘛。那现在这个状况好像已经在持续了。好了，那如果关税继续实施下去的话，可能美国公债就更卖不出去了那当然这会对于美国来讲
它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了。那甚至呢，还有一个数字是公众持有的债务呢，现在呢也已经逼近了美国 GDP 的99%。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啊，你这个信用卡这个刷了100万，然后呢，你一年家庭收入也差不多100万，也就是呢，你已经把你未来一年赚到的钱我都花掉了，这个意思。所以呢，你说光是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很不 OK， 这是一个国家的债务累积到了这么样惊人的一个状况。很严重，这也难怪现在川普呢是无所不用其极要来解决他的一个债务失控的问题。只是现在呢，这个川普用的关税是对的方法吗？我们就继续来看下去。那当然降息与否，我们就要持续看看9月份到底联准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咯。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关于这个美国的债务，还有这个到底降不降息一些最新的资讯的一些整理，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